Hello， 我是欧车部，欢迎来到开机分析系列影片。今天要来介绍的球队呢，其实在今年夏天的签约上并没有太多抢眼的表现，大多数的球员异动呢都是透过交易来着手。尽管账面上看起来普普，但其实在实际的操作和逻辑上具有相当水准的奥克拉荷马雷霆队。如果要选今年夏天休季操作最好的前几名球队，我想这些都还有许多讨论的空间，像是什么公鹿啦、老鹰啦、六马啦、勇士啊什么的。然而今天的问题假设是来问操作难度最高又做得最好的，毫无疑问的就是由总管 Sam Presti 所挂帅的雷霆队了。当然 Presti 的操作手腕和能力呢，我们也不是不知道，毕竟比起其他的总管，在谈论交易时脑中所思考的是我这些交易案该丢谁呢？ Sam Presti 脑中思考的其实是我今天该用哪家总管的裸照呢？当然 Presti 过去还是有些评价不好或者是判断失误的操作，但是以目前雷霆这种薪资爆表又很难操作的情况， Sam Presti 确实已经竭尽所能了。本部影片将会延续六马片的形式，一路从休季的操作讲到各个阵容的部分。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吧。比起大多数的球队在自由市场有所斩获，雷霆真正拉高评价的是在交易市场。自己先上一下球员的异动表。我想应该很明显可以看出，雷霆在自由市场的操盘都是以续留为主，真正签来的只有中锋 Nerlens Noel， 一名需要地方和上场时间证明自己的年轻常人。当初在9位 MB 尚未打出名堂的时候 ，Noel 曾经是七六人黑暗时期当中少数值得期待的亮点和希望。生涯前2年的场均都还有接近双10的能力，可惜后2年受制于受伤、态度等等的问题，让他一度从能够领1000万合约的潜力中锋，瞬间落得零底薪，祈求再度提升身价机会的年轻人。其实对于他，我个人一直都很期待他能够成长到水平以上的防守中锋。23岁的他还是有救的，问题只是在于他想不想要修正球技上的缺陷和意愿，包括挡拆防守的解读到降低犯规麻烦等等都是。目前雷霆阵中除了 Steven Adams 之外，并没有合格的护框者。Noel 预期会担任 Adams 下场后的替补中锋，希望他能够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至于续留 Paul George、Jeremy Grant 和 Felton 的部分，我想也不用多说了，因为真正值得讨论的，你们也想要知道的，还是在于交易的方面，那就是甜瓜 Carmelo Anthony 的交易案。其实 Carmelo Anthony 的球员选项会被执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可预期的抉择，因此对于 Sam Presti 来说，这个命题早就该是需要思考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那么好解决。甜瓜难处倒也不是战力上不符，或是他摆烂。事实上，我认为他在雷霆几乎贡献了全部，除了愿意降到板凳打球之外。不过关于这点呢，我想每个球员总是会有自己坚持的地方。况且甜瓜在场上的态度，我想这是不需要去质疑的部分。他或许重视个人更胜过于团队，当然我们也不该去摔一名敬业的人。事实上，真正让雷霆感到棘手的是在于那张占据了 25.5 million 薪资空间的合约。尽管在这部分呢 Sam Presti 选择先把原班人马全部续留下来之后，再回头处理这个困扰，但是以当时雷霆的情况，确实很难想象最终居然成功解决这个麻烦事。如果没有做这笔交易案的话，雷霆在下一季需要缴的豪华税几乎可以再养一支球队了。裁掉的话虽然可以省一些钱，但无论是保留今年剩余的全额金额，还是选择摊提成5年来平均分担这些钱，共同的点就在于这些钱都会转化成实际的薪资占额，而且是完全无法动到的死钱，更不可能借此来补强其余的战力。以营运球队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用何种形式裁掉甜瓜，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操作。不仅把至少还能打的战力白白的裁掉，在薪资空间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继续堆叠无法使用的死钱，无疑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尤其这种做法除了省钱之外，完全没有其他的好处，反而还会造成战力上的流失。也因此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透过交易来脱手。但是这也并非像玩 2K 那么的轻松。撇除掉甜瓜所持有的交易否决权不提，全联盟都知道你只能用交易手段来摆脱困境，肯定会希望你吐出一些天头来当做补偿，例如说去年选进年轻摇摆人 Ferguson 或者是选秀签等等，这些同样也大幅增加了交易的难度。所幸在时机点正好碰到有薪资空间可以硬吃甜瓜合约，而且想要顺便清掉 Schroeder 身上还有3年合约的老鹰，以及被放鸟后需要透过交易清出球员空格引进战力的七六人。于是三方交易案正式的达成，雷霆所付出的代价仅仅只丢出了一张2022年的首轮签，同时还设有了前14顺位的保护机制。如果最终没有兑现成功的话，将会转成给予2024年和2025年的2轮签。在左岸的目的上，也让雷霆省了将近74 million， 包括了团队薪资上的10 million 和豪华税64 million。战力方面更是获得了2名可用之兵，透过老鹰收件 Dennis Schroeder 也才25岁，比起已经34岁而且预期会持续下滑的甜瓜 ，Schroeder 的价值是有可能持续的向上发展，同时也能够解决板凳火力不足、时常处于熄火的情况，而必须要
到劳烦 Paul George 继续待在场上带板凳的问题。优秀的切入能力也让雷霆在布阵上多了一名拥有失恋防线能力的球员。透过7-2人所获得的法国前锋 Timothy Luwawu-Cabarrot 算是一名具备 3D 潜质的摇摆人。尽管命中率实在看起来不怎么好看，但是在防守上的确是有他的价值和期待性存在。尤其他目前还在跑新秀制式的4年合约。无论如何，这种类型的球员都是正资产。纵观而言，这笔交易案几乎确定稳赚不赔，甚至还有未来价值上升的可能性。不过，我认为这笔交易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会忽略，但是对雷霆来说其实极为重要，而且总管 Presti 有确实的贯彻和执行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对于每一种类型的球队，在超凡补强上的逻辑和角度自然就不同。像雷霆这一种注定要缴豪华税的球队，最重要的并不是清出所谓的薪资空间，因为身处这种情况的球队，如果要清出薪资空间的话，只清出1-2张合约是不太可能达成成效的，基本上势必要阵容大更动才能做到。但这个难度和不确定性只会更高，更加危险。所以雷霆要做交易的话，必须要兼顾许多层面。这笔交易案除了表面上我们看到的省钱和维持战力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区块其实是球员的控制权。这个词或许在 NBA 很少见，但是在 MLB 的世界当中算是常用的词汇。控制权这种东西能让球队在几年之内维持一定的强度，同时也不怕球员合约到期就拍拍屁股走人，最终让球队陷入因为超多奢侈税而无从补强的窘境。透过交易收进来2名球员都还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 ，Schroeder 身上还有3年合约，以他的年纪和能力，甚至还存有价值上升的可能性。Timothy Luwawu-Cabarrot 身上的合约是首轮新秀的制式合约，即使4年合约跑完了，也会成为 RFA 受限自由球员。雷霆至少仍保有续约和跟进报价的权利。由于雷霆的豪华税问题预计会持续到2021年才可能获得舒缓，而我们也知道，团队薪资超出豪华税线的球队，在补强方面会遭受不少限制和约束。这正是控制权对于雷霆的重要性，不仅能够维持至少未来几年的战力，同时更保留未来交易的筹码和价值。不得不佩服 Sam Presti 在如此棘手的处境下，依然能够兼顾现阶段的战力补强和未来操作的弹性。再来是阵容的部分，首先来谈谈后场。先发控卫毫无意外的就是 Russell Westbrook， 尽管在9月初进行了维护性的右膝盖关节镜手术，预计将会错过部分甚至可能全部的热身赛，但是初步预估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正式例行赛。反正他去年动过类似的手术，赛季表现也不是活蹦乱跳的，所以不用太过担心。倒是在之前呢，教练团开始要求 Westbrook 训练无球接应的部分，个人对此是抱持了乐观其成的态度。就从数据上来看好了 ，Westbrook 在0次运球，也就是接到球直接出手3分命中率是所有数据当中最为优秀的 34.4%， 场均出手 1.1 次。而相信各位也知道，雷霆在 Westbrook 正式担任球队一哥以来，球权这个部分一向都是由他完全的掌握，因此在战术上好针对好预防。在引进了同样具备切入和传导能力的 Schroeder 加盟之后，或许雷霆有机会可以重整进攻端过于单调的问题。假设 Westbrook 愿意释出球权，并锻炼无球跑位之后的 catch and shoot， 将能使总教练 Donovan 与战术上的配置更加的多变。事实上，这一直都是雷霆主要的问题所在，过于流于单打和球权大量集中在同一个人手上的模式，或许在例行赛行得通，但是到了季后赛可就没那么好说了。因为我个人希望 Westbrook 可以减少一些比较不必要的出手，好吧，这有点困难。或许退一万步来说好了，好歹也把空档外线和罚球练准吧。Westbrook 上季有多达 37.2% 的进攻频率是在距离防守者4到6尺，也就是我们俗称所谓的空档下出手，但是2分球的部分却反而是所有数据当中命中率最低的 48.6%。这个形势下的3分出手也是 Westbrook 最主要的模式，场均 2.3 次的出手是空档3分球，但命中率却仅只有 27.5%。我认为空档3分的把握度是 Westbrook 必须要提升的技能。罚球部分或许是因为联盟规定的因素，让罚球准备时习惯退到3分线外再回去罚球 Westbrook 在习以为常的节奏上出了问题，导致他在上季缴出了生涯新低的 73.7% 罚球命中率。以他这一种打法，而且场均在罚球线出手 7.1 次的球员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不过我认为这应该还算是小事啊，毕竟他在季后赛的罚球命中率至少还有 82.5%， 而新同学 Dennis Schroeder 预计将会担任第6人，个人认为这算是非常适合他的位置，同时也让雷霆在进攻端获得具备切传能力的分球者，甚至有可能在关键时刻顶上去增加进攻威胁。不过我想他也同样需要加强3分的能力，16-17年至少也有还算说得过去的 34%， 上个赛季却下滑到 29%。同样球风 Eric Bledsoe 好歹也有将近 35%， 而且防守还比 Schroeder 还好呢。至于签回的老将 Felton
上季表现其实还宝刀未老，甚至出赛高达80场比赛。不过我认为他的定位大概就是第3控卫，如果把他和 Schroeder 一起摆上阵打双控的话，那防守画面实在太美了，无法直视啊。至于2号位的部分，由于原定的先发 Andre Robertson 预计将会在年底才能回归，预估将会由西班牙射手 Alex Abrinas 来担任先发。个人非常希望他的进攻火力可以更加的多元，尤其在于持球能力上的增长方面。况且他合约将会在明年夏天到期，尽管雷霆是拥有他的鸟权和报价跟进权，但是当你摊开了现在雷霆的摇摆人阵容，几乎可以说是近2-3年以来人手和战力最多一次。无论是想要留在雷霆，还是企图争取下一张合约的好价码 ，Abrinas 势必要把握好今年的机会。或许他目前还是雷霆最好的射手，然而他的后面还有 Ferguson 和 Diallo 这2名年轻的球员，正虎视眈眈的试图争夺他的上场时间和位置。当然，这2个人目前上应该还没办法影响到 Abrinas 就是了。个人非常期待 Ferguson 在新赛季的表现，尤其他有机会在 Robertson 回归之前分到一点上场的时间，希望他能够把外围投射练更稳一点，并提升防守能力。至于透过交易获得签约权的2轮新秀 Diallo， 预计可能会先从发展联盟开始打起，在人员受伤或是异动时，才有可能拉上来 NBA 亮相。再来是前场的部分，先发的3号位毫无疑问的是 Paul George。上季在雷霆的表现呢，我想也不需要多做质疑的，尤其在工作量那么操劳的情况下，我认为雷霆迷应该也对他没啥怨言的。至于关键时刻软手部分呢，这不就是他会留在雷霆的原因吗？他就不是老大的料，也不想要承担老大的责任啊。一样，这个没有对错，只是选择问题罢了。至少以老2的身份来说 ，Paul George 贡献也足够分量了。而本任端个人猜测会让新同学 Timothy Rowe-Cabral 来当做 Paul George 下场后的替补前锋，希望这名具备3D 潜质的球员能够打出身手。至于同样透过交易入队的埃及摇摆人 Nader， 用法其实和刚刚提到 Timothy Rowe-Cabral 相差不远，只是3分好一点，防守更糟一点。反正他身上合约剩下3年，每一年不是非保障合约，就是期间的部分保障合约，不好用的话直接裁掉也没差。毕竟这种球员身上合约本身就是像免洗块的存在。4号位部分就相对有趣了，在天光出走之后，主要的上场时间预计将会有 Patrick Patterson 和 Jeremy Grant 这2名球风正好不同的球员来分食。Patterson 是延展4号的类型，上季3分命中率达 38.6%， 但是防守端并没有到很好。而今年夏天续约的 Jeremy Grant 算是防守型的球员，上季由他和 Paul George 所组成的侧翼防线，是让雷霆在团队的防守达到联盟前10水准的重要关键。然而相比之下，他的3分能力却从16-17年的 37.7% 一路下滑到了仅 29.1%， 这实在是难以做解释的区块，尤其在于出手方面都是 catch and shoot 的情况。原本明明还有联盟水平以上的 37.5%， 但我上一季同样也是 catch and shoot， 而且场均也才多不到1分钟的上场时间，命中率却反而只剩下 29.6%。唯一能够做解释和剖析的，大概就是使用频率上的减少。16-17年赛季的 Grant 有多达 45.2%， 进攻频率是使用 catch and shoot， 来到17-18赛季时却只剩下 27.8%。3分出手上同样也是大幅的做了调整。16-17年的赛季，在3分出手上的频率占了 Grant 在进攻端将近40%的频率，而17-18赛季却骤降成连30%都不到的频率。当然，这只能提供一个思考角度，而真正的问题呢，我想也只有 Grant 自己知道。就我看来，我会选择把他摆上先发4号，并将 Patterson 摆到板凳维持进攻火力。但是他的外线能力是否能够找得回来，将会左右他的上场时间和角色定位。当初在76年黑暗时期，个人原本以为他可以打败 Covington 获得先发大位，尽管最终落败并辗转被交易到了雷霆，却正好把握住机会证明了自己。希望这一次他更能增进自己的技巧，证明自己是能够当先发的水准。5号位部分就没啥变化了，先发依旧是接完通告拍完戏后回归的 Adams， 新签的 Noel 将会担任他的替补常人。毕竟所有球员都知道，只要把 Adams 弄下场，雷霆的禁区就空了。这也是为什么雷霆在季后赛会败给爵士的原因。Noel 这笔操作确实很重要，希望他能够好好把握机会，好好表现。最后，我想要谈一下总教练的部分。我们都知道总教练这个工作很难，尤其当你的球队是雷霆的时候。这并不是要偷酸人或是要挑选球队，因为雷霆近几年以来一直都处于核心球员来来去去的情况，每换一次核心，战术阵容就要重新的打掉。因此，我认为这几年下来实在难为了总教练 Donovan 了。而今年好不容易是没有动到太多核心的一年，代表今年才是真正应该要审核这名拿过 NCAA 冠军的教头在执教战术本的真材实料与否了。相对于近2-3年的战力和球员类型上非常诡异的形态，今年目前为止阵容算是平衡许多，尤其是总算看起来平均整齐不少板凳阵容。或许今年我们能够看到更不一样的雷霆，而我们确实也需要一支不一样的雷霆。进攻形态上，雷霆几乎都是仰赖球星的单打，很少有流畅的团队传导，几乎都是以小组搭配为主。而命中率方面实在也很惨，说也奇怪，雷霆整队在空档，也就是距离防守者4到6尺的各项数据上，无论是在进攻的频率还是出手数的部分，都是联盟第1名。然而把握度仅仅只有 43%， 排名联盟
盟第25名，也难怪在媒体日上，无论是总管还是总教练都宣称，改善投篮把握度是雷霆下一季最需要改善的地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雷霆在所谓的 clutch time， 也就是关键时刻时候的数据挺有趣的。这边科普一下 ，NBA 当中的 clutch time 定义是比赛进入第4节最后5分钟的时候，双方比分差距5分之内，或者是延长赛的时间，全部都会被视为 clutch time。而雷霆在这段时间虽然抓下了最多的 4.4 颗篮板，但无论是在总命中率还是3分命中率上，都只排在联盟倒数第9，罚球命中率更是只有 65.7%， 位居倒数第1。防守单在防守效率值的数据下，原本在正常比赛的阶段拥有联盟第10名水准的雷霆，到了这个阶段却反而跌到了第14名，从 104.7 直接飙升到 110.8。当然概括来说啊，就一句话，恶心啊，不是，我是说练球好吗？总结来说，这是雷霆总算核心确立和战力完整的第一年，也是用顶薪绑定的 Westbrook 和 Paul George 的第一年，更是总教练 Donovan 不用再度调整配置的第一年。目标西区前4，季后赛第2轮，对于雷霆来说应该是很基本的要求。至于理想的情况，大概就是能够练出1-2名年轻球员进入轮替，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影片的最后，按照惯例推荐一下粉专的写手，粉专部分推荐 OKC 奥城日记，算是一个时常更新雷霆球员的近况和新闻的一个粉专。那写手部分呢，当然就是小梅大，粉专直接叫做小梅20秒短暂停。那影片的超播告个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想要看到更多及时的资讯和看法的，欢迎到我的 FB 粉专或是 IG 上逛逛。我是欧车布，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的声音很奇怪的话，因为我感冒还没好，下一支影片应该还是会冷门球队，预计应该是东区的。